大家好，我是道川法师哈。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聊一下这个日本的历史哈。那么之前呢，我看了一下我以前做的视频，有一期呢专门讲到了这个中存藏哈，是讲这个日本德川幕府的历史。那么所以呢，就让我有感而发哈，自己看自己的视频有了一些感想哈，然后进行一些补充哈。那么想要理解日本历史呢，我们先要理解一下中国的历史哈。对中国的历史的话呢，我有一个总结：外儒内法哈，就是外面的这个道德价值观呢是讲儒家的那一套，内里呢行使的治理手段呢是用法家的那一套哈。但是呢，这个是政府层面哈。还有一个层面呢，叫做民间的层面哈。中国民间的层面，它叫做什么呢？它叫做外道内墨啊，就是外面的这个道德价值观呢，他们是讲道家的这个价值观，然后呢，实际上他们怎么样去实现它呢？是靠墨家的那个非攻兼爱的这种手段哈。所以外这个东西呢，实际上是一种道德的制高点，就是可以拿来讲我有多么的道德高尚，我比别人呢更加应该受到人家的尊重，这个就是外的东西。但是内的东西呢，其实都是很细节的东西，就是管理的、理性的。如果没有了内部的这些运作的机制呢，那么这个国家呢也是运行不下去的哈。但是我们要知道，有没有国家是外法内儒，把这个法作为一个道德制高点拿出来讲呢？实际上是没有的。有人说这个秦朝是外法，但是呢，秦朝它自己本身它不是以法作为一个道德制高点的，因为法这个东西就是法理，它就是个理性逻辑。法律这个东西呢，用数学语言来讲，就是把数理逻辑的社会化啊。它里面只有 true or false 两个选项，就是要么有罪，要么无罪，它只做两个判断啊。所以呢，它和数学的逻辑这个推理呢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为什么有很多喜欢学数学的人，他有的时候就喜欢看那个推理片，喜欢看名侦探柯南呢？因为他这个逻辑是一样的哈。所以法这个东西呢是从来不可能推到外面的。你一旦把这个法家的东西推到外面之后呢，你就会发现这个国家呢会被人家当做集权政府，是一个非常没有人性啊，简直像机器人一样的东西啊，是受到所有人类的排斥，尤其是你的人民会排斥。那么秦朝呢，虽然它不是尊儒术哈，但是秦朝尊一个什么呢？它遵从一个叫做阴阳五德学说，那个就是叫周晏写的那个东西啊。那么周晏这个人写的所有著作呢，到今天呢，其实已经全部都散佚了，我们已经不知道他的理论体系是怎样。但是呢，秦朝呢，很明显呢是采信了他的东西啊。秦朝一直以为自己是水德嘛，所以呢，他们就穿什么黑色的衣服啊，他都是通过这样的推断呢，来进行一个天命的演算哈，然后给政权呢做一个合法性的背书哈。其实外儒内法最明显的其实是明朝哈，因为他们是完全的是一个儒教礼教的一个国家哈。但是政府归政府，民间归民间哈，大部分的民间呢，实际上呢都是讲道教的东西，而道教的东西实际上是什么呢？就是民主和自由主义哈。你把《道德经》里面的那些讲道教的最基本的这个原则把它搞起来的话，就是天法自然，什么治大国如烹小鲜，就是讲要小政府，然后政府最好是放任不管，然后人民是很自由的，然后呢就是上古时代人民多么多么好，然后呢现在呢我们因为有政府的管制，所以我们非常非常的不自由哈。那么这个道教的东西呢，其实呢是全世界民间都共通的哈。你说人民不追求自由民主吗？当然追求啊，中国当然追求自由民主，而且追求了好几千年。所以你说欧洲、美国他们讲什么自由民主，是不是一个很先进的概念？并不是哈，只要你是民间，那么民间首先要求的呢就是无政府主义啊，无政府主义呢就是道教哈。你说小政府，小政府呢只是无政府主义的一个弱化版哈，但是你有一个自由民主的这个追求在那里，但是你用什么方式去实现呢？其实各个国家是不一样的，而中国呢用的是这个墨家的东西，叫做非攻兼爱哈，就是他呢是讲这个人人平等，然后呢他们是用这种秘密的组织，然后呢产生一种对机械的一种爱好啊，这是中国的一个特征哈。可能中国的农民吧就有这个特点，就是喜欢自己呢动手搞点小发明哈，就像那个手工凳一样，心灵手巧，愿意开发一些小东西啊。所以呢，中国的这个机械思维呢，其实还是蛮强的。你要说这个非攻兼爱，当初这个墨家他们做了些什么呢？他们经常跑到一些国家里面去，帮这个国家去建一些这个防城的工具哈。建了一些工具之后呢，由这个小国呢能够抵御大国的入侵哈，就通过技术的革新呢，然后保证了自己国家的独立啊。然后呢，现在你说中国现在做的东西，一带一路其实也是一样，就跑到别的国家去做基建。那么做了基建之后呢，就是很容易达成非攻的这个目的啊。就如果说你这个国家爱好和平，然后呢你的国家的基建做好了，你的道路起来了，那么你就不太容易面临战争，因为有了路嘛，就可以流通，它就成为了一个网络的一个点。因为路修通了，基建好了，
然后呢大家都相连在一起之后呢，你就没有必要通过战争去打开别人的国门啊。所以讲到底呢，中国人民的内心呢其实还是爱好和平的，他们就是喜欢捣鼓一下自己的小发明哈。政府呢是经常容易换的哈，经常容易换方针，就是你有的时候可能外儒内法，有的时候呢又是搞兵家的那一套外兵内法。但是呢这个民间的这个追求呢其实一直都没什么变化，就是民间这个东西其实非常稳定，你这个国民是怎样的，那么你这个国家的性质就是怎样的哈。所以呢外道内墨这个东西呢实际上是在中国民间呢是一直有几千年的历史传统。你要知道在战国时期，孟子当时就讲现在这些人民啊太愚昧了，只相信哪两个人的话，一个杨朱，一个是莫迪哈。但是我们说到底，既然道教是无政府主义，它就不可能成为政府哈，所以呢它永远只能在民间哈。你就像这个小丑哈，就是这个蝙蝠侠里面的小丑，他就是无政府主义啊，他就是一个混沌派啊。但是呢你说他能够执政吗？所以呢把中国的这个分析到这里的话，你去看日本历史呢，我觉得日本历史呢有两个节点哈。第一个呢就是圣德太子啊，圣德太子呢实际上呢是把中国的儒教呢搬到了日本，然后呢又引入了外国的佛教哈。所以呢圣德太子的时期呢，日本其实制定了一个方针，就是叫做外佛内儒的一个方式。然后内儒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用了官位12阶哈，就是把所有的人呢就是叫九品中正制哈。儒教讲的其实也是亲疏有别，他讲的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那一套啊，它是三纲五常，他讲的就是说你要用自己的家庭的伦理呢去推演整个国家哈。所以呢他对这个礼教的要求还有对传统的保护来讲是很强的，但是呢对于这个国家的建设来讲呢，它的理性是不足够的。所以呢日本在选择了外佛内儒的时候呢，它的整个国家呢其实是非常非常腐败。圣德太子搞的那个官位12阶呢，完全就是靠你的血缘来决定你当什么官。所以呢这套政治体系呢实际上是没有上升通道的。那么你比如说中国采用的这个科举取士的方式呢，其实呢科举呢就是儒家和法家的这个叫做杂交之后产生的儿子哈。你去研究科举的话，你会发现这个科举很让人惊叹的一点呢，它是把这个儒教的这个文化传承的那个部分呢和一个非常严谨的这个逻辑体系呢结合在一起啊。所以只有儒法相结合之后产生的这个怪胎这个科举呢，才有可能呢完成这个叫做下层人民的这个逆袭啊。而在日本的当时来讲，官位12阶他就没有选择科举这种东西，他那个时期的这个统治呢是非常混乱。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就产生了一个战国时代，那个时候地方的大名哈，就是说所谓的诸侯呢都已经慢慢的变强了。那么你要说战国时代他们的价值观应该是怎样呢？叫做外兵内法哈，就是外面呢是兵家那一套，就是孙子兵法那一套啊，然后呢里面呢实际上是法家的那一套，就是制定法律，然后呢严格管理自己的土地哈。你要知道这个战国里面有一个武将叫做金川义元啊，金川义元这个人呢一直都被描述成一个大白痴哈，是被织田信长所讨伐的一个坏蛋哈。但实际上呢，如果说他没有被织田信长所打败的话，他真的上洛成功，上洛就是到京都嘛，然后他拥立了天皇的话，他有可能是日本的拿破仑哈。因为呢他就是制定了一部非常非常好的法啊，那就是拿破仑最大的功绩呢就是制作了一个民法典嘛。所以在当时能够制定一部非常非常合理的法律呢，成为了叫做战国武将的一些骄傲哈。外面呢就是以兵家的这种下课上作为一个大义名分哈，就是你实力不行被我搞定是你的错误哈，根本就不是我的问题。有人说明智光秀为什么会背叛织田信长啊，然后说这个是不是很不可思议？但是你要知道在战国时代有多少个大名是没有被手下背叛过的，那个屈指可数，基本上都被背叛过哈。你说这个丰臣家他不是被德川家给背叛了吗？然后武田家他也出了好几个叛徒，都想要武田信玄的命啊。然后上杉家那更不用讲，那都分裂了是吧？在那个时代你只要有实力，你就可以怼掉你自己的上司，是件很正常的事情。所以呢明智光秀这个东西呢，虽然你觉得好像是把织田信长的天下给终结了，但实际上呢在那个时代来讲是个很正常的事情。所以那个时候的战国诸侯呢都是以兵家为主，然后呢内里面修自己的法律。外兵内法有一个什么问题呢？你就会不停的扩张哈。你就像这个希特勒或者说德国也是一样，你只要把兵家的那种优胜劣汰的东西呢当做一个常态，下课上当做一种常态之后，你就不会满足于现状啊，然后呢你就一定会去攻击其他的国家。结果进攻完朝鲜之后呢，整个这个战国时代呢也就因此画下了句号。所以那个时候呢德川就起来了哈。那么德川家康他们搞的这个江户幕府呢，你就觉得特别有意思，他们就是一个外儒内法的
一个政府。所以你说德川幕府看起来和中国古代的那个历史呢非常契合，完全的故事都是一模一样，出现几个昏君啊，然后就是出现几次改革，然后改革不成功啊，然后怎么样，然后呢这个法律执行的太严，人民怨声载道，这都是一模一样的哈。所以呢你就在德川家光这种外儒内法的这个管理之下呢，你就会出现了什么忠臣藏这样的这个戏剧啊，一天到晚的批判幕府啊，从这个外服内儒换到外兵内法，然后再换到外儒内法，它经过了很多次的变化。但是呢，日本的民间呢，整体来讲呢，叫做外道内兵哈，他们是一个武士道的国家哈，他们并不是那么喜欢和平，因为呢，他们这个国家的国民呢，他主要不是靠农耕啊，他们要上山去打猎，或者是到出海去捕鱼啊，有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收入非常的不稳定啊，他终归是有一些时候呢，需要一些武士道的精神啊，去抢别人的东西，甚至呢，有的时候呢，需要尽量的快的结束自己的生命，来帮助自己的整个种族延续下去。你比如说日本经常会有这些老头老太，因为没有东西吃嘛，就被孩子背到山上面去，然后就自生自灭啊。然后还有就是武士啊，特别喜欢切腹，就是因为他们呢，为了应对危机的话，必须要选择这种兵道的东西啊。所以为什么战国史还有叫做明治维新的那段历史，日本人特别喜欢讲呢？因为呢，这个里面呢，津津乐道的就是武士道的精神，他就是这些人啊，怎么样的英雄啊，然后怎么样的有武士精神啊，然后做的事情啊，多么伟大啊。他们这个人民的民间啊，就特别喜欢看这种东西。日本呢是经过了几次的变化啊，然后美国呢，实际上它历史比较短，它基本上都是外末内法，就是讲非攻兼爱，然后我们大家一起来赚小钱，然后搞这个全球化。它其实以前呢，它和中国政府呢是非常像的，但是呢，后来呢，特朗普上来之后呢，把它改成了外儒内法。那么特朗普这个人呢，就是非常典型的儒家哈。你要知道这个保守主义哈，包括就是说觉得自国优先，然后 make American great again， 实际上就是中国儒家的那种东西。因为儒家就是叫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你先要爱自己的家人，然后呢才能去爱别人。然后呢亲疏有别，就是对自己这个血缘比较近的，看起来比较像的人呢就要好一点，然后对那些看着跟你不一样的，然后呢肤色不同的、种族不同的人呢，就要对他疏远一点。所以美国上来之后就跟五眼联盟搞在一起啊，说我们这个一家亲，我们都长得特别像，都是白人啊。然后呢那个黄种人、什么黑种人、你什么拉美人，不要跟我们混在一起啊，你们没这个资格哈。这一整套的东西呢，其实都是儒教的东西。那么美国民众呢，实际上呢叫做外道内儒哈，就美国的民众呢，其实比中国呢还要儒，就是老婆孩子热炕头，然后有点饭吃，感谢一下神，感谢一下主啊。你要知道看美国的美剧，你就会发现，其实他们真的就是很小家庭的，他们会把自己的感情呢放得非常非常重，就是我什么真爱啊 true love， 我要和我最喜欢的异性组织一个家庭，然后呢养一个小孩，然后呢这个把这个小孩给培育大了，这就是我们万分了不起的事情。所以特朗普的当选呢，其实是很正常的，因为呢你这个民众当中有这个儒教的基础在那里，它最终呢还是会演变成所谓的我们讲这个自民族优先的这个主义哈。而所谓的这个叫做非墨兼攻的这种白所的这个叫做政治正确的东西呢，实际上呢美国民众其实不是很感冒，他们最希望的还是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啊。所以你就会觉得特朗普做的很多事情特别逗啊，特别像一个中国古代的这个领导人啊。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古代就是外儒内法这么个体制嘛，所以你会觉得他和中国很多历史上的名人呢是有重合的哈。这就是为什么董王会成为我们这个中国段子手一个调侃的最好的对象哈，因为都太熟悉了，这样的领导人在中国历史上能找出20-30个人是吧？好吧，那么所以呢，今天我们这个视频呢就做到这里，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拜拜。